Hello，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不是发了一个我自己找到了新的工作的一个视频吗？有很多粉丝朋友跟我留言，其中有一个宝妈，她给我留言，她也就是一个打零工的，为什么老纠结自己不得志呢？一个主妇而已。我要是有瑶瑶这样的乐观的想法跟心态就好了。不瞒大家说啊，应该有很多朋友知道。我呢，就是跟我老公俩人，我们俩以前不是发了一个我们在大学的婚纱照嘛，就是很多人，就发现我们是大学生毕业的，其实说，是什么一个文凭毕业的，也就是一张纸，你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在于你这个人的一个心态好不好，你一个态度积不积极向上，我一直都觉得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问过我是什么文凭啊，是什么学历啊，我一直都没有做一个正面的回答。其实呢，我还不只是这个大学生，我是读的研究生，然后那个研究生是当时是没花学费读的，是国家给赞助的，因为成绩稍微高一点，然后家庭条件呢又不太好，所以就是国家直接给赞助了。很多人就会说了，啊，你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人，现在在这里在工厂打工，像那位朋友说的，你不觉得不得志吗？你不觉得白念了这个书吗？有很多朋友说过，你说你这个研究生是白读了，一个研究生搁那工厂打工去，就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去打工。其实我自己倒是没觉得有什么。首先你得看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嘛。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就是说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心态的问题我要讲一下，以前心态也不好，谁也不能一上来他心态就好，是不是？我给大家聊一聊我的经历。我上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很胖，特别胖。首先呢，也是为了减肥；第二呢，也是为了就是说，家里条件不好，妈妈给的这个生活费，我就说你就给我500块钱一个月吧。其实我读的是艺术专业的，艺术专业就是要这个钱要的比较多，就比较烧钱的。一会儿买颜料呀，一会儿还得买电脑啊，买相机呀，很多东西啊。我还学摄影，学电脑，学制作，很多东西，很花钱的。所以说我就自己勤工俭学了，我就出去，我去饭店干过工。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一嘴东北话呀？一嘴东北话，那是因为我以前在东北饭店洗过盘子，然后呢，当过服务员，所以说我一嘴的东北味儿。我还站过，就是说给东北人，就是他们干烧烤的，我给他们就是在门口吆喝进来吃点烧烤呀。就是大学不是有大学城吗？旁边都是有那餐馆什么的啊。我就是勤工俭学，还能补贴点自己的生活费。那个时候，而且你去饭店打工，你吃也不花钱了，是不是？就是我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大一大二就干过那个活。后来呢，我还干过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学自己的专业了嘛，我就开始干我自己的专业了。我给南开大学出过书，就还干过就是小的那种设计师，专门去做那种1对1的专门的那种设计。还干过什么呢？我干过工作可多了。我还干过家政，还干过那个幼教，就是教育小孩。你们都说我小孩，家小孩听话什么的哈，我干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幼教，这都是我大学当中的一个经历。到了这个研究生的这个期间呢，我就做过什么？我还就是那个时候当过也干设计，也经常干，设计是一定要干的。那个时候15年研究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兴起什么？兴起这个手机上的这个软件，做那种软件类的公司特别多。然后呢，我就去那个软件公司，我先做了一段时间设计，我是设计带文员，带有的时候还主持一下这个，当一下偶尔客串一下主持人什么的，因为他们经常有活动嘛。其实研究生毕业之前，我尝试过，我努力过很多，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就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老师。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我努力过，但是没有实现。因为我在我们那个研究生的那个班级里面，我的成绩算得上，不说数1的吧，也得是数2、3的，也能数得上。但是很多比我成绩还要不好的人，天天在宿舍里面玩电脑、玩手机的人，大把的人都有。然后呢，他们既然都毕业了之后，全部都当上老师了，那个时候心里的不平衡啊，那个心里的那种压抑的那种心态呀，就是总是感觉这个社会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为什么我想去考一个老师，不管我是考公务员、考老师、考事业编，就最后能考到就是社区的一个
就是居委会的那种工作人员，我全部都考不上。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就是我跟这些东西都无缘。毕业之后，我想，那我既然考不上了，我落榜了，也就算了吧。我要不就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也不能以这样的心态一直过着。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专门去做舞台设计的，我做舞台设计、做舞台表演的那种，我去当一个设计师。其实我是蛮感恩跟感激在那个公司的1年的时间，让我从一个心态特别不好、特别浮躁的这样的一个小丫头片子，刚刚毕业的这样小丫头片子，成长了超级多。因为那个老板跟那个老板娘算是我人生当中踏入职业生涯当中的恩师吧，真的是恩师。不管是说对于生活的这种态度和工作的态度，就是整个的我这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最后为什么到了日本呢？一会儿跟你们说，我先把这个碗收拾一下。我在那个公司啊干了有1年，后来因为这个实在是家里人催要孩子要的不行了，所以呢我就决定来日本了。来日本了之后呢，我不就是那个怀孕生孩子吗？生完我女儿的时候，我就想过去上个班啥的，因为实在是自己的心理不平衡啊，加上一个心态都快崩了。因为毕竟很多人都说嘛，很多人说，哎呦，一个研究生你就搁家待着，你觉得你这个书都白念了，很多人这样的把这个枷锁，把这种东西往我身上抛。所以说我说，哎呀，我也没有什么适合我能干的，我这个日语又不好，我就找一个面包厂嘛，正好有一个姐介绍我去一个面包厂工作，然后我就去穿得很正式的，我去应聘那个面包厂。结果是什么，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结果就是告诉我不合适。其实像这种面包厂啊之类的工作哈，基本上面试一个准。他的就是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说了我以前是坐办公室打电脑的，他说这个面包厂又累又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还占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你胜任不了。就是这样的。当时收到那个通知书的时候，整个五雷轰顶的那个感觉。所以说那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啊，我真的想给大家说一下，不管你是现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士啊，或者是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文凭，然后你在家里面带孩子，你也是在为家里付出。你有能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做自媒体啊，你可以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咱们这个家做一小的贡献，它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说真的不要在乎自己什么不得志啊，然后那种就是说自己的这么高的学历啊，然后在家里面做主妇的呀，没关系。看看我这样嘻嘻哈哈的，我经历过这么多，连面包厂都不要我呀，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对吧？我现在还在便当厂里面，我照样便当厂里面我做的如鱼得水，我照样我在那个工厂里面我做的工作，我算得上速度啊、质量啊，我算得上数一数二。其实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凭，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咱们现在干一行就是给他认真去做，照样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能做到很好就可以了。我也不给你们再多灌太多的心灵鸡汤了哈。最后的最后，给你们小看一下我以前的作品吧。